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素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前两天也刚刚提到过这个肾上腺。那么肾上腺的功能呢，可以说是人体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分泌5种激素啊，分别是外边的皮质激素3种，醛固酮、皮质醇、雄激素，还有里边髓质分泌的激素2种分别就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就是肾上腺髓质分泌的肾上腺素那么它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声非常的响亮。为什么呢？它的效果特别的明确可以在很多的时候真是救人生命就是在急诊的情况下很多的时候需要用到它。那么用完以后呢，确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是真的在很多的时候可以挽救人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呢，主要是在这个肾上腺素它到底为什么能发挥作用我们什么时候去用它这个呢，可能大家同样的你在学解剖生理是一个讲法，你在学内外科是另外一个讲法，那么怎么把它联系在一起简单讲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肾上腺素它在体内的受体。为什么呢？激素它要发挥它的作用，一定得有一个媒介就是你这个激素在血液里边释放出来了，然后到各个地方，怎么去让细胞知道它是吧，才能发挥作用。那么这就靠受体。那么细胞膜表面它有这种受体，那么激素和受体结合以后呢，会给细胞发出一个信号，这样你会诱导这个细胞里边一系列的这种细胞内的这种代谢的变化，从而发挥它的病生理的效果。那么不同的受体它传导信号通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说同样一种激素都是肾上腺素，你分别和阿尔法1受体和阿尔法2受体结合，它的效果截然相反那么它如果和贝塔1受体、贝塔2受体、贝塔3受体结合，它又是不同的效果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也就是说大家首先要知道，你为什么都给这个激素，它的作用又不一样呢？怎么一会儿又心脏这个效果，一会儿又肺那个效果，是吧？它是因为不同的受体不同的受体在不同的器官上它有一个分布的差异。你比如在心脏上可能贝塔1受体就更多，而在支气管肺那么它贝塔2受体就很多，所以它表现出不一样的生理学的反应。那么在一开始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最重要的知识点咱们记住。那么总共肾上腺素是5个受体其中阿尔法1受体是让血管收缩的从而让你的血压上升。阿尔法2受体主要是在中枢那么在脑干那么它被激动以后是让你降压那么贝塔1受体主要在心脏，是让你的心跳加快、搏动力增强贝塔2受体主要在支气管，让你的支气管扩张从而增加通气。那么贝塔3受体主要是在代谢这方面起作用让你血糖升高，让你的脂肪分解所以呢我们重要的就是说呢，第一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作用其实就是由于什么？不同的受体分布在不同的器官，所以同一种激素才有不同的效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用这个药是为什么要用会有什么期待的效果？我们需要观察什么最后呢，如果是临床上遇到一些情况，我们要怎么用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呢，这个图我觉得非常的好这个大家看，这是双侧的肾脏，肾脏的上极顶着这个黄色的脂肪帽这其实就是肾上腺。那么把它切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外边的皮质和里边这个深色的髓质那么髓质释放2种激素，分别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那么肾上腺素就是由它释放的一种激素2种激素之一。那么它在血管上主要是阿尔法1受体为主那么主要是收缩血管的，让血压升高。而在心脏上主要是以贝塔1受体为主让你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传导加快在肺和支气管上主要是让你什么贝塔2受体为主，从而松弛你支气管的平滑肌，让你的支气管扩张从而缓解哮喘，增加你的肺通气在代谢上呢，主要是贝塔2和贝塔3受体那么血糖升高，脂肪分解那么我们呢在大家看这个图，其实就是给大家画了个意思那么你不同的受体是不一样的，它的构成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哈，那么这个受体它在这儿，在血管上，这个受体在中枢啊，当然也是最终作用在你的血管上。那么给大家看这么一个意思啊，其实就是对刚才的一个详细的解释。比如说阿尔法1受体会让你的血管收缩，血管一收缩呢，血压就上升，同时你黏膜的血管一收缩呢，黏膜水肿就会减轻啊，所以它有时候会减轻你喉头水肿啊，这种支气管的水肿啊，还是有效的。那贝塔1受体呢，主要是心率、收缩力啊、输出量都会增加啊。那么贝塔2受体刚才提到过支气管扩张，同时呢，它会有一个骨骼肌血管也会扩张，但是这个作用呢，在咱们用药的时候，它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啊。贝塔3受体在临床上咱们用的很少啊。我们先看这个阿尔法1受体啊，主要在血管平滑肌上，所以它一旦受激动就会收缩。血管平滑肌一收缩，大家想一想，管腔一窄，是不是里边压力就高啊？所以会导致你血压迅速的上升啊。那么同时，它刚才咱们提到过，黏膜血管一收缩，就会减轻你的水肿啊。所以在呼吸道水肿的时候啊，有 stridor 啊，有这种情况，那么你用完这个肾上腺素激动阿尔法1受体，它的黏膜血管一收缩，水肿就会减轻啊。那么包括瞳孔啊，会导致什么呢？你的瞳孔散大啊。当然，膀胱括约肌、胃肠道括约肌，它的这个收缩哈，这个就会增强啊。那么阿尔法2受体主要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负反馈啊，它会怎么样呢？通过你的中枢作用啊，从而呢降低你这个血压啊。我们其实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可乐定啊，它是一种降压药，它其实是阿尔法受体的激动剂啊。那么通过激动阿尔法2受体，从而降低血压，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降压药。那么贝塔1受体呢，是让心脏传得更快，是吧？搏动更强，然后跳的次数更快啊，传递的还非常快啊，这是几个作用，咱们就不重复了。那么贝塔2受体呢，主要是让你的什么肺部的支气管啊、平滑肌松弛，从而减少你的哮喘、微静啊，减少你的气道痉挛。但是骨骼肌血管也会有一定扩张，但是这个作用比较弱，咱们一般也不会用到。那么包括像肝脏是吧，有血糖升高的作用，钾有可能下降，子宫平滑肌这个咱们特殊提一下，因为有一个 Toptalin 这个药在妇产科有的时候会用作什么呢？保胎啊。但是呢，当然也有关这个 Toptalin 用于产科保胎会有一些副作用发生，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所以这个呢了解一下就行啊。Toptalin 除了用于贝塔2受体这个说治疗哮喘以外，其实在保胎的时候也有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这就拿一个表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你看有这个心脏主要是贝塔1受体啊，那么血管主要是阿尔法1和贝塔2受体，肺呢贝塔2受体为主啊，当然也有阿尔法1受体，代谢主要是贝塔2、贝塔3、阿尔法2，那么眼啊、瞳孔这个泌尿系统还有胃肠道主要是阿尔法1啊。那么同时呢，其实低剂量和高剂量它在人体的作用效果也不太一样啊。你比如低剂量的时候，这个贝塔受体效果就会更明显啊，而高剂量的时候，阿尔法受体的效果会更明显。所以呢，在抢救过敏性休克的时候，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就是 IM 肌肉注射，一般是用的这个大腿外侧直接的肌肉注射这个实际上主要是兴奋的贝塔受体。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过敏休克我们要首选肾上腺素？因为肾上腺素可以激动它这几个受体。肾上腺素激动阿尔法1受体会怎么样？让你的血压上升，同时减轻你气道黏膜水肿，对吧？这样呢，你血压也上来了，呼吸这种气道的痉挛也缓解了。那么同时它又激动贝塔1受体，让你的心跳又加快，然后传导增强，而且心脏收缩力还加强，就抵抗了你这种休克的不良反应。那么同时它还激动贝塔2受体，让你的支气管扩张，所以呢也会改善你这个气道的痉挛。所以我们说用肾上腺素作为抢救过敏休克，它通过刺激这3个不同的受体产生的效果都非常有利于过敏性休克的治疗血压也上来了，这个气管也扩张了，是吧？水肿也减轻了，所以这个肾上腺素是特别有效的一个过敏性休克的治疗药物
我们看一个例题哈，比如说一个病人吃完坚果以后，这出现喉咙紧啊、喘鸣啊、风团呐、血压低了是吧？休克了，心率很快。那么医生开的是肾上腺素激注，我们应该首先做什么呢？先抽血啊，还是先打针呢？还是先喝水，或者等一会儿再给药？这肯定不对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其实就是激注啊，这个肾上腺素。那么只有这样，它的气道的痉挛才能缓解，你后续的什么氧气啊什么这些才有用啊。按照ABC 的原则，如果你气道打不开，你气道都痉挛着呢，那你给氧啊或者给面罩，其实效果都很差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给的就是大腿外侧啊，这个前外侧激注肾上腺素啊，典型的一个过敏性休克的表现。那么我们最终呢，用3句话来总结哈。那么肾上腺素它可以激动阿尔法1受体，让你的血管收缩，可以让血压上升，减轻气道的水肿、黏膜水肿。那么它还可以激动贝塔1受体哈，让你的心脏加速啊，收缩力增强啊。那么但是呢，当然心律失常的这种风险可能会有一定增加。同时，肾上腺素会激动你的贝塔2受体，它可以让你的支气管扩张，从而改善你的这种肺部这种通气啊。那么这就是说最经典的哈，这3个受体的作用。那么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把前面详细的东西再看一看。但是就算是其他的都不记住的话，这3句话一定要记住啊！这3句话记住，基本上对于咱们考试来讲够用了。好，那么今天咱们就有关肾上腺素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次再见。